烘焙，我是米莉。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非常浓郁的抹茶蛋糕的食谱。那这个抹茶蛋糕的食谱呢，在我频道之前有发过一次，但是呢，在之前我做的视频的质量不是非常好，然后视频里面的配方也有写一点小错误，所以我一直非常的懊悔。因为这个抹茶蛋糕真的是太好吃了，所以我下决心要重新把这视频拍一次，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分享的很好的食谱。那如果大家跟我一样非常喜欢吃抹茶蛋糕的话，一定要做这抹茶蛋糕试试看，抹茶味非常的浓郁，非常的好吃。好啦，那我们赶快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吧。首先，我们先来制作抹茶奶油部分。我们将这些材料全部都混合，然后为了将抹茶的味道最大化的发挥出来，我会将这些材料放在这个小奶锅里面，用小火在锅里面加热。我们把这个黄油的部分先融化掉，搅拌均匀。融化均匀之后，我们就可以加入剩下一部分的鲜奶油了。之所以把鲜奶油部分呢分2次加入，就是因为我们先用这小部分的鲜奶油融化这些干粉类，这样可以更方便、更均匀的融合它们。我们将剩下的那部分鲜奶油加入，搅拌均匀之后，再重新放回锅上，用中火把它们煮到滚。煮的过程中不要忘记继续搅拌它们，防止这个鲜奶油粘锅。我们通过这个方式呢，我们可以将抹茶的味道最大化的散发出来，同时这个鲜奶油里面含有的玉米淀粉跟黄油都可以帮助这个抹茶等一下把它降温到方便打发的温度的时候呢，它更具有凝固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做抹茶味的鲜奶油，就可以最大化的把抹茶味散发出来。我一般都会提前1天制作好这个鲜奶油，然后把它放在冰箱冷藏，记得保鲜膜要贴着它盖哦，不然它表面会结成一层皮。我们把它放在冰箱冷藏超过8个小时以上，这样子才能让它达到足够的低温，到时候我们打发的时候才能把它真正的把它打发起来。如果温度太高的话，就打发不起来哦。到第2天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开始制作我们的抹茶蛋糕了。首先我准备的是这个6寸的蛋糕模，它是分成单层的硅胶状的，这样子是可以方便等一下蛋糕脱模。接着我们在一个烤盘里面倒入水，我习惯性呢在预热烤箱的同时把这个烤盘放入烤箱中，这样子我们在预热的时候，烤盘里面的水也会跟着烤箱一起加热，就会变成热水了。接下来我们先准备好我们的干粉类。首先呢，我先把低筋面粉跟抹茶粉先过筛，过筛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准备我们的蔬菜油了。今天我要制作的方式呢是使用烫面法。我们先把蔬菜油放到微波炉加热1分钟。我们利用加热的蔬菜油，使我们这个面粉中的部分蛋白质熟化，无法形成面筋，这样子我们做出来的蛋糕就会更加的松软。蔬菜油的油温如果太高的话，就有可能把全部的蛋白质都烫熟，造成蛋糕烘烤失败塌陷。如果油温不够高，则会使这个蛋糕没有起到烫面的效果。所以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温度的把控哦。我们把面粉跟蔬菜油混合均匀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加入鲜奶了。我们将鲜奶跟这个面糊搅拌均匀，接下来再加入炼奶。如果家里没有炼奶的话，也可以用蜂蜜代替。将炼奶搅拌均匀之后，我们接下来加入我们的蛋黄。我们在放蛋清的碗要保证是无油无水的，这样才能保证等一下蛋白霜的打发。我们将蛋黄分4颗放入我们这个面糊中，然后再放入1颗全蛋，所以总共呢是1颗全蛋外加4颗蛋黄。搅拌均匀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准备打我们的蛋白霜了。我们先准备好白砂糖，我会在蛋白中加入少许的塔塔粉来帮助这个蛋白霜的稳定性。大家如果没有塔塔粉的话，也可以加入1几滴柠檬汁或者是白醋。我们先用低速把这个蛋白打发到看起来有点粗泡的状态，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第1次白砂糖了。这一次的分量比较小，所以我把白砂糖分2次加入。接着我会继续用中速继续搅打我们这个蛋白霜，打到我们这个泡泡看起来是有点细致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把剩下的白砂糖全部倒入。我把这个打蛋器提到高速去搅拌它，
打到呢它拉起来会有一个直直的尖角，这样就可以了。蛋白霜的打发一定要到位，如果你蛋白霜打得不够硬的话，到时候蛋糕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膨发咯。我会把这个蛋白霜先取一部分放入我们刚刚的蛋黄糊中，搅拌均匀，这样子就可以使我们的蛋黄糊的状态会比较稀一点，跟蛋白霜的状态比较接近，就可以使两者更容易混合均匀了。不过要注意的是，这里不要用画圈的方式去搅拌它，而是像我视频里面这样子慢慢的上下翻拌去搅拌它们。混合均匀之后，我再把这个蛋黄糊倒回我们刚刚的蛋白霜中，然后用翻拌的手法去把它们搅拌均匀。搅拌的手法是用刮刀从这个碗的底部把这个面糊捞起来，上下翻拌，边翻拌边去转动我们的碗，这样子就可以更轻松的把它们翻拌均匀了。搅拌的手法一定要轻柔，防止蛋白霜消泡。如果蛋白霜消泡的话，等一下蛋糕烘烤出来就会导致蛋糕缩腰咯。搅拌均匀之后，我们把这个面糊从高处往下倒入我们的模具中，从高处往下倒呢，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顺便把大的气泡排出去，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送入烤箱了。我们今天使用的是水浴法，水浴法的方式呢，可以使整个蛋糕烤出来的口感更加的嫩、湿润，而且可以防止蛋糕的顶部开裂。我使用的模具是这种单片式的，所以烘烤的时间比较短。那大家如果是只用一整个蛋糕的话，记得要以竹签插进去拔出来，是这样子干净没有粘黏的为主，这样子会比较准确。烤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晾凉架上面晾凉。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打我们的昨天做好的鲜奶油了。如果你的鲜奶油是保持在冰箱冷藏超过8个小时，足够的低温的话，它就会很好打发。我用这个打蛋器的高速去搅打它，基本上打3到4分钟左右就可以打好了。基本上看到视频里面这样子奶油霜的凝固的状态就可以停止了。这款奶油霜如果搅拌过度的话，就会变成稀稀的液体的状态，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蛋糕充分的晾凉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组装我们的蛋糕了。首先我在这个底座上面涂一点奶油去粘住我们的蛋糕，使蛋糕可以稳定的粘在上面。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蛋糕脱模，不要忘记把下面的那个防粘的烘焙纸拿掉哦。我们把这个蛋糕放在上面，然后呢涂上我们的鲜奶油，一层一层的组装起来。因为这个蛋糕非常的好吃，所以我并没有花太多的装饰在上面，我觉得它最基本的样子就已经足够吸引人了。我们今天制作的这个蛋糕胚本身就已经非常的湿润了，但是如果你本身喜欢非常湿润的蛋糕的话，可以像我一样在它的夹层上面刷上一些饮用水。同时今天的蛋糕是少糖版的，大家如果在做奶油霜的时候觉得它不够甜的话，也可以适当加入一些糖粉去调整它的甜度。我们把蛋糕全部组装完之后，我会在最上面再撒上一些抹茶粉去做装饰，这样我们抹茶蛋糕就完成了。今天的这款抹茶蛋糕呢，因为我们的奶油部分还有我们的蛋糕胚都是利用加热的方式把我们的抹茶味最大化的发挥出来，所以这款蛋糕的口感非常的浓郁，同时它又湿润，入口即化。如果你喜欢抹茶的话，你一定要试试看这款蛋糕，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非常感谢你们看今天的视频，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不要忘记给这个视频点一个赞、转发还有分享。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频道，不要忘记订阅我频道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